周一，白宫召集了一场芯片峰会，邀请了20家跨国巨头参加，包括台积电，但没有邀请中国大陆企业。美国总统拜登声称，这次芯片峰会是要打造弹性供应链，但外界质疑，比起现有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排除中国的产业链，不如说是弹性不足产业链，是以政治干预市场的方式逼迫产业链向美国转移，目的是巩固美国的科技霸权。拜登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及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多家公司高层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讨论的重点是解决美国半导体短缺的问题，以及重建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恢复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19家公司高层受邀出席此次会议，但没有中国大陆公司受邀。分析认为，这凸显了拜登政府的目的，即联合同盟，从设计、制造到应用，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与中国大陆脱钩，而台积电所在的台湾正成为中美科技战乃至地缘战争的中心。 Chips like the one I have here, these chips, these wafers are batteries, broadband, it's all infrastructure. This is infrastructure. 拜登本人的亲自出席令这场会议引发全球高度关注。他在会上表示，收到一封两党23名参议员、42名众议员的联名信，表达支持美国芯片计划。 Now let me quote from the letter.It say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ggressively plans to reorient and dominate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and it goes into how much money they're pouring into being able to do that. But I've been saying for some time now,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not waiting, and there's no reason why Americans should wait.拜登此前推出了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包括向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500亿美元的资金。虽然拜登提议的半导体部分得到两党支持，但整个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因成本高昂，而且将通过对企业增税获得资金，而遭到共和党的反对。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对记者表示，此次会议不大可能立即做出决定或宣布任何消息。观察指出，拜登亲自拉小圈子搞这场白宫芯片峰会，更像是务虚会。自去年夏天以来，芯片短缺已经影响了整个市场，对全球汽车行业的冲击最为严重。这迫使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近期进一步削减北美工厂的产量。业界表示，对于目前的短缺几乎无能为力，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美国供应链，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称，在半导体领域，美国已经输给了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中的份额已经从1990年的37%降至如今的12%。英特尔 CEO 帕特基辛格希望美国夺回1/3的芯片产能，重返竞争行列。 We led the world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We led the world toward the end of the century. We're going to lead the world again. We're going to lead it again in the 21st century. 要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然后这个生产能力呢，都要搬回到美国。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也都在不断的升级我们自己的这个半导体这个行业。你现在这个发展，你是以现在的这个想法，但是未来10年、未来20年能不能跟上这个过程，可能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实际上，全球芯片短缺的根本原因正是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造成的严重破坏。本次白宫芯片峰会声称，其目的之一是解决美国的芯片短缺问题，但华为轮值主席徐直军周一表示，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的对华的制裁行动损害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信任。一些公司本来不会囤积芯片，但去年大量囤积了3到6个月的库存，就是担心类似的针对行动。 美国对华为公司及其他企业的一些制裁，正在演变为一个全球的、全行业的供应短缺的问题，未来引发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未可知。所以说，我们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呼吁全球领导人充分正视潜在的这个巨大风险，发挥他们的政治智慧，共同重建全球信任，尽快恢复这个全球产业链的合作。 美国媒体报道称，在科技竞争领域，拜登沦为了特朗普2.0，加大对华科技脱钩的力度。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不同的是，拜登还企图拉上盟友。外界注意到，3月11号，中美两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经过多轮讨论磋商，宣布共同成立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但拜登政府此次依然没有邀请中国大陆的公司参与会议。
那么在科技上限制中国，这已经实际上从这个特朗普政府到现在拜登政府，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共和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而且呢，美国还在加强同这个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的这种联系，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半导体的半导体产业呢，一个方面是使得美国能够独立，保证自己的供应链安全；另外一个呢，也希望能够限制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和技术的这个发展。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大部分芯片制造产业已经向亚洲集中。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大陆的晶圆产能全球份额从 9.7% 增加到了 13.9%， 上升了 4.2个百分点。2019年位居全球第4，仅次于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并超过了占比 12.8% 的美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文称，这加剧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戒心。德国商报4月2号刊文指出，芯片之争，中国绝非无能为力。文章还认为，美国在芯片领域对华卡脖子，不仅无法让中国大陆屈服，还会不断刺激中国大陆打造出自己具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虽然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在太阳能、火车及汽车领域，中国大陆已经证明了自己完全能够迎头赶上。从这个18大、19大，那我们提出要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然后重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觉得这是从中国整体国家战略的角度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5年到10年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难的这个时间。那么10年以后，那么或许是2种情况，一种情况或许就是真的是有就是2种这个不同的这个产业链，就是半导体的产业链，或者就是说美国已经认识到，就是中国市场巨大的这个消费，那么中美之间会重新恢复到合作上，那么保证一个灵活，然后呢，这个有活力的这个全球供应链的这个安全。那么这不仅对中美2国有利，而且呢，对世界整个的这个产业健康发展也是有利的。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杨先生，美国召开芯片峰会，拉上了台积电，但没有邀请大陆企业。那么您如何看美国针对中国搞的所谓弹性供应链呢？我觉得美国搞的这个所谓弹性供应链的这个芯片峰会啊，是一个滑稽的闹剧。为什么呢？说穿了讲，与其说是一个经济上的峰会，不如说呢是一个政治上的峰会。美国现在在政治、经济、安全各个领域全面拉帮结伙，要求有关方选边站。但是我想呢，由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汽车产业及其芯片供应呢，那么这种拉帮或者是说要求选边站呢，根本不会得到任何效果。但是反过来说，美国的这个举动也给中国敲了警钟，就是说呢，我们坚决维护全球化，但是当任何反全球化的行为出现的时候，中国的应对应该是以更有力的做强做大自己来回击他们。当中国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当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的时候，任何拉帮结派、任何企图压迫各方选边站的政策，在强大的中国面前都是徒劳的。美国政府声称的弹性供应链，这个弹性是给谁的弹性呢？这个显然是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的一个措施。美国现在所谓的这个弹性呢，指的是要增加自己的弹性，说我投资500亿，你们再加1000亿，要确保我美国的这个供应弹性。那么这个弹性其实呢，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损人利己的行为。所谓利己是什么呢？你们这些厂商增加1000亿，当我需求增加的时候，你的弹性能够足以供给我需要增加的部分。但是当我的需求下降的时候，对不起，你们这个弹性也得下降，来这个适应我的需求减产。因此，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以政策驱动这个为政策手段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弹性再造呢，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操作，而这种政治操作在强大的市场规律面前呢，肯定会归于失败。美国人可以搞这500亿，人家跟不跟你搞1000亿，那是人家自己的盘算。就是你有弹性，我用1000亿去补你的弹性，而不是补整个全球化的产业的这个弹性，只寻求美国自己的弹性安全，而不顾整个全球产业链的弹性安全。这种政策本身不仅不能成功，而且会遭到越来越多来自利润考虑的各国企业的抵制。好的，谢谢杨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